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介绍莆田林氏这是第4个例子好善积德的果报。莆田林家了，早年有一位老祖母，好善好施，常做粉团布施给穷人，长年累月，他都不疲不厌，欢欢喜喜救济穷苦的人。有一个仙人化为道人这个仙化道人呢，我们不必去猜疑他我们只看到是有一个穷道人，他每天呢也到这个地方来索取6、7团他每天都来。这个老母天天给他，他要的多，别人要1个2个，他每天都要6、7个纵3年如一日这样子每一天去要了3年，这个老太太都欢欢喜喜的给他这个知道老太太布施救人呢，是出自于真诚。因谓之曰这一天，这个道长就给老太太说，他说我吃汝3年粉团，何以为报呢？我吃了你3年每一天吃6、7个粉团，我吃了3年了我以什么来报答你呢？他说你府后有一地你家里有一块宝地，他说将来死后葬在那个地方，子孙官爵有1生马子之数将来你的子孙做官的人数就像1生之马那么多，诚心救人是其子以其一所典葬之，出世即以救人登第，累代沾因甚深，复见有无灵不开榜之谣这个话是真的我过去在福建住过6年在建瓯住过6年，一直到抗战时期，他们家里头代代还有仙人那么他的后代依照这个道长指点把他葬在那个地方，果然葬下去第1代他的后人呢就有9个中进士的所以在福建有这么一句话，无灵不开榜每当科举的时候，考试中举人中进士的林家人最多这个是他们的祖宗这个老太太诚心布施救人
啊，终年不疲不倦啊。历代是世世代代，战鹰呢，这是讲从前做官呢戴的这个帽子啊。这个帽子里面，帽子上面呢，这个带子叫鹰啊，系的这个带子叫鹰啊，这边叫战。这都是说明官做得很大了啊，这个家族啊非常的兴旺，无不是得力于祖宗积德，子孙继续不断啊，行善积德，保持家风，代代不坠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例子有很多啊，最著名的范仲淹啊，我们在古文里面读的《易田记》啊，知道范仲淹先生从小就有救人救世的大志啊，一生积功累德，不疲不厌呐啊。所以民国初年，印光大师赞叹中国祖宗积的大德，后世子孙代代都受到他的福荫。有3个人，第一个是孔子啊，2500多年家道不衰呀，啊，世世代代的帝王对孔夫子都尊敬啊。今天在民国时代，孔子的后裔在国外呀都受到外国人的尊敬啊。夫子的迂腐啊！第2位呀，就是讲的范仲淹啊，到民国初年，800年不衰呀，这宋朝时候人啊。第3位呀，他讲的这个叶状元是清朝初年的，一直到清末300年不衰。印光大师举这3个人。祖宗积的德厚啊！再看下面啊，第5位冯祝安太师啊，他的父亲啊，为以祥生啊，这是在宜石县啊，在这个县学校啊，祥是学校。也算是公立的啊，县立的这个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啊，乡绅一般讲秀才啊，隆冬早起复学，这是冬天早起到学堂里面去。路遇一人倒卧穴中啊，问之半将矣啊。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啊，倒在这个穴堆里头啊，他去摸摸他啊，还没死，但是已经快冻僵了，所以结疾之棉裘衣之啊，他自己穿的这个棉的或者是皮的衣服啊，这个外衣，他赶紧脱下来呀，把它包起来，且扶归旧宿啊，把这个人
扶到家里来，把他救活了。啊，这是救人一命啊！佛家常讲啊，救人一命啊，胜造奇迹浮屠。这个话意味深长啊！一般人只知道啊，建寺庙，浮屠是宝塔啊，契机就是7层的宝塔啊，建这个功德很大啊。现在呢，又作兴啊，造大佛像啊，大概造大佛像啊，比造宝塔的功德更大了。啊，我想了又想，古人这句话了，救人一命啊，胜造100米的佛菩萨像啊！不止奇迹浮屠，你造那么大的佛菩萨像，有什么用处呢？今天这个世界苦难的人太多啊！多少人在饥饿的边缘上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生病没有医药，多么可怜！建一个大佛像，建一个宝塔，需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拿去救济这些灾民，这些在饥饿边缘的人，我相信你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呐！救人一命的时候，这个果报都不可思议了啊！得这么大的福了，你要能够救1000万人的生命啊！我相信啊，你的后代啊，那个做官兴旺啊，就跟前面老道所讲的人数啊，也是一身芝麻那么多啊！为什么不做呢？我们要多想想啊，什么是真实的功德啊？什么是假的功德？这里头有一个标准：凡是真正令一切苦难众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啊。如果令一切众生呢，得不到实质上的利益，这个功德是假的啊！所以我很不赞成呢造这些大佛像啊。有人说这个大佛像坐在这个地方，这一方人都得平安了，未必，这是属于迷信啊。一方得福，一方平安，要靠什么？靠教化了。要靠改变人心啊！现在这个世间人心啊，全世界几乎都不例外，自私自利天天在增长，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这是灾祸的根源。造一个大佛像就能把它镇住，哪有这个道理呀？能够化解劫难，要提倡教育佛教的教育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是慈悲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教导大家
舍弃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无条件的牺牲奉献，去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苦难人民。佛是教我们这些，我们明白了，真正肯依教奉行，我们自己得度了，也真正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是佛陀的教诲。假如说造宝塔、造佛像功德真有那么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不去造大佛像啊？为什么不去造大宝塔？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老人家在世一生讲经说法49年，除了讲经说法教学之外，他没做别的事他也没有去打过什么水陆法会也没有什么拜过什么忏甚至于现在讲的打个佛旗、打个禅旗，我们在经书里都找不到，这后人搞的呀，佛菩萨没搞这事情我们学佛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佛菩萨在哪里呢？经典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效法佛菩萨，学习佛菩萨，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在此地看到冯仲安救人一命你看他得的感应，梦神告知曰这是晚上做梦，梦到一个天神告诉他，如救人一命出至诚心5000韩琦为孺子这就讲到轮回了韩琦是宋朝时候人是宋神宗时候英宗、神宗，他做过10年宰相，也做过元帅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了不起的伟人在历史上我们读到他深得当代后世人的尊敬在那个时候，他跟范仲淹齐名2个人都是出将入相这个冯珠安的父亲做这一桩好事情这个神人说，我派遣韩琦做你的儿子那么即生祝安随名齐所以祝安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冯琦他父亲取这个字就是梦中有这么一回事情果然他的官做到太史太史就是从前的翰林再看下面举第6个例子台州
应尚书浙江省台州有一位应大有尚书这个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官做到部长壮年习业于山中习业是读书在山中读书。从前读书人多半都寄住在寺院寺院确实提供给读书人最好的学习场所古时候学校没那么多一个县通常只有一个学校县学所以读书的这个环境很难找得到除了寺庙之外呢，那就是大户人家富贵人家家里面有藏一些图书请这个老师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子弟，这称为私塾那个藏书的数量都不会太多，所以这个大规模的藏书都在寺院的藏经楼这个藏经楼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图书馆寺院的藏经楼不仅仅是收藏佛书在中国儒家的、道家的诸子百家几乎全部都收藏出家人真正在做学问真正在修养自己身心德行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那从前念书人秀才一般都愿意到寺庙亲近出家人，寺庙有丰富的这个藏书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向出家人请教而出家人教导他们都是义务的，这是佛家所修集的功德了，所积的善行但是现代这个佛教寺院已经变质了完全跟古时候不一样了古时候是个教学的场所，现在变成了这个经忏的场所跟这个鬼打交道的场所。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那么他习业在山中，山中一定是住在寺庙里面，是夜鬼消极晚上这地方鬼很多，往往惊人，共不惧旷野之处这些妖与鬼确确实实是有胆小的人都不敢住这应先生有胆量心地正直，不怕这些邪魔鬼怪所以他不怕他依旧在山中读书。是一夕闻鬼云，有一天晚上听到鬼在讲话说某一家某夫以负久客不归翁故逼其家人，明夜当缢死于此，无得待矣
这鬼在谈话。他说有一个人家，某一个人家了，这个妇女因为她的丈夫离开家乡很久都没有回来，大概她的公婆以为她的儿子死了，逼着这个媳妇就改嫁，那媳妇不愿意，所以他就起了念头，明天到这个地方来上吊自杀。所以这个鬼呀，我们就晓得吊死鬼。吊死鬼要找替身，他要找不到替身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投胎。那么这是不但是佛法里头说的少这个道教里面讲的多，对这个事情说的很多。凡是横死的自杀的，都要找替身，所以自杀很痛苦这个事情万万做不得。这个道家跟我们说，自杀的人每7天他要重复表演一次，所以非常苦你是上吊的，每7天他要去吊一次什么时候找到替身，他什么时候才能脱身跳楼死的，每7天他也跳一次，你说这个可怜不可怜所以人在怎么不得已的时候都不可以有自杀这个念头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万万不可当你找到替身了，你投胎还是随业流转苦不堪言那么这个吊死鬼也很难得了，明天有人来上吊他可以找到替身呢，他可以去投胎了这是无德代业，他来代替了公钱麦田得银4两，皆为作其父之书，寄银还家。应尚书听到鬼在这说话他心里面就有了主意了明天一早回去赶紧把田卖掉卖了几亩田得了4两银子再写一封信伪造他的儿子写一封家信，连到这个4两银子赶紧送回家去送到这个家庭这个家里头，他的父母一看到儿子有书信回来了，但没死所以其父母见书以手疾不类疑之，这笔迹不对就怀疑。继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儿无养，父虽不嫁了，其子后归，夫妻相保如初。印尚书救了一个人的命这一对公婆看到这个有人寄信回来，又寄了银子回来虽然这个信呢笔迹不对但是想那银子是真的，那总不能说无缘无故人家把银子送给你，想想一定儿子平安无事所以就不再逼着媳妇改嫁了，救了媳妇一命印尚书救了他一命不但救了一命，而且成就这一对夫妇保全而不至于散离了所以他的儿子以后果然回来了。应先生
做了一桩阴德了。他做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是公又问归于曰：“我当得代呀，奈何奈此秀才坏无事？”本来他找到替身了，哪里晓得被这个秀才破坏了？这个秀才就是指的殷大猷先生，被他破坏了。旁一鬼曰：“而何不获之？”旁边有个鬼子说：“你为什么不去害他？”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德而获之？”那这个吊死鬼就说了：“他说上帝知道这个人心很好，已经命他做阴德尚书了，我怎么能再害他呢？”应公因此一自努力也，善日加修，德日加薄。殷大猷听到鬼在这里谈话了，自己更加勉励知道这一桩事情做对了这个上帝命他做阴德尚书，他自己哪里晓得？换一句话说，他将来就有做部长的命了。这个是鬼把这个消息透给他的所以他就更加努力断恶修善所以他的善天天增加，德天天加厚与岁饥，这眷顾以正之；与亲戚有疾，这为取为耻；欲有横利，这反躬自责，依然顺受。这个都是知道回头是岸，知道怎样去做好事荒年饥荒的时候他捐骨去赈灾去救人遇到亲戚有急事，他总是委屈去，这委屈是委屈自己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困难遭遇到横逆别人侮辱他、诽谤他，遇到这些事情他能够反躬自责这学大禹绝不怪罪别人，我自己做的不够好不能令人生欢喜心过失不在人，在自己，自己才能够修善，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所以这些横利都能够怡然顺受依然是欢欢喜喜逆来顺受这个都是积善积德的事实那么他自己以后做了尚书做到部长，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他的后人，这个登科第是考中进士的
很多啊，后代好啊。第7个例子啊，徐凤竹的父亲常熟，这是江苏省常熟县啊，有一位徐凤竹先生啊，徐凤竹氏，其父素父，偶遇年荒，先捐租，以为同义之昌，又分谷以整贫乏。这是一个善人啊，他的家庭相当富有啊，那么偶然碰到了荒年，或是旱灾，或是水灾，收成不好啊，那么他就先把他自己应收的这些田租完全捐掉啊。从前富贵人家，这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置恒产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动产。不动产呢是比较可靠啊，但是现在人有这个观念的人不多了啊。古时候有钱都买地买山啊，这叫恒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他的田地总是在啊，他的产业不会毁掉啊，不像现在。现在的时候，你这个工商业的时候是非常脆弱啊，一遇到一个经济灾难的时候，就损失非常惨重啊。就从前古人这个观点呢，我们想想还是正确的啊。我去年在这个马来西亚啊，住在李金友居士的山庄。这个李居士啊，还是有中国传统的观念啊，他到处去买地啊。他告诉我，他不存钱啊，决定不把钱放在银行上。他说：“钱放在银行是个傻事情啊，我的钱放在银行，让他去赚钱啊，我只得一点小小的这个利息。”啊，他这不干这个事情。我说那你怎么做？说我买土地，啊，到处买土地，啊，所以在这个吉隆坡，啊，他开了一个6星级的旅馆，啊，那个土地面积是3000个acre，啊，外国人一个1亩等于中国6亩地，啊，那3000英亩呢？36 18000，中国亩是18000亩啊！啊，这么大的一块地啊！他在古晋买了个山啊，这面积多大呢？5000个acre啊，56啊，就3万，中国亩是3万亩啊！啊，都很大了。整理的非常之好啊。那么他告诉我，他在澳洲啊也买了几块地啊。我说多大？他说大的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大。我说你怎么经营呢？对，现在还没有开发啊。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一块大地总共是8万1亩
8万乘6，哦，这没有法子想象了，这是一块最大的，还有2块比较小的，是1万个 acre，有一块最小的，但是那个地方风景非常之美，他准备优先开发，有2000多个 acre，所以我听了很欢喜，我说你到澳洲去开发，我去看看，所以中国古人呢，买山买地治恒产，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概念。那么你们有这么多土地，一定是租给农民去耕种，农民没有土地，他向地主租地，每一年耕种呢纳租，在收成里面收的这个稻谷，分一部分呢给这个地主，地主收租那么徐凤竹的父亲是个地主，他遇到荒年，他就把这个收租或者是减免，或者是统统捐出去，来提倡救灾，又分谷以赈贫法，自己家里面的仓库，这个稻米他把它拿出来在拯救这一些贫穷的人，常常做这些好事夜闻鬼唱于门月他曾经听到夜晚鬼在他门口在唱唱的什么呢？千不狂，万不狂，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许而呼，连夜不断。这鬼在门口叫徐家秀才，那个时候就是徐凤竹徐凤竹是秀才就是说他的这个父亲做这些好事果报他会得到了他去考试一定会中举人了。10岁，凤竹果举相，他的这个凤竹果然在这一年考试中了举人。其父因而宜积德，孜孜不怠修桥修路，斋僧节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他的父亲听到鬼唱歌，果然儿子中了举人了，真的有了效验了，所以他行善呢格外的努力。义是增长格外努力去做这个善事，孜孜不息修桥补路，这举几个例子利益方便行人斋僧节众这个斋僧是请出家人吃饭戒众呢是戒济大众。那么在这里既然讲到斋僧了，斋僧的利益在哪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明朝时候、清朝时候，
这个风气盛行。现在中国、外国还是很盛行。啊，在家居士以财物共生，希求修福而接受供养的这些出家人，要为他说法。换一句话说，要教导他了。在家人对出家人是财布施，出家人对在家人是法布施啊。所以斋僧呢是求法的。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接受国王大臣的供斋，惯例用完斋之后，决定要讲经说法。这一天，释迦牟尼佛接受供斋之后，没有说法，起身就走了。这些斋主跟着释迦牟尼佛不放啊！哎，你没给我说法了，我跟着你呀！原来释迦牟尼佛要去办事，办什么事呢？阿难尊者遭了难，先去救他。楞严法会呀，是这个因缘起来的，所以那一些供斋的人都参与了楞严法会。这个是斋僧真实功德、真实的好处这些出家人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是社会大众的导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教师。他们真正做到彻底的牺牲奉献。为求学问，为教化众生，奉献了一生这个戒中是碰到有困难的人，戒是阶级他贫乏，或者是失业他缺少吃的，缺少穿的，缺少用的。凤竹的父亲他们家里有财富，只要遇到都乐意去帮助。凡有利益无不尽心的，只要是有利益于社会、有利益于大众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命中有财富应当这样做人就对了。财富绝不是供给一个人享受的，绝不是供给一家人享受的。你命中有财富，你就要知道你有使命你有职责帮助世间一切穷苦之人。你的财富生生世世享受不尽财从哪里来的？财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他这样做，这个后来又听到鬼在他门口唱歌唱的是千不狂万不狂，徐家举人直坐到都堂
那个官越做越大了，奉主官总两浙巡抚。巡抚就是现在说的省长，做到浙江的省长啊，可见的先人积功累德果报无比的殊胜那我们想，他的儿孙都享这么大的福报，那他自己呢？自己福报一定更大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在世自己的果报在来生凡是这样积功累德的人，他要是在世间，他来世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如果来世不在人间，决定在天上享天福他的子孙后代所享的福，这叫余福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是余福给儿孙的，自己的福报比儿孙所享受的一定要超过很多倍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善不能不修，不能不积积善必定有好的果报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